欢迎收看天桥下，我是纸袋头。这个频道是专门编故事给你听的频道，喜欢的观众欢迎订阅。今天要编的故事是如何做一个 YouTuber。故事开始。23岁的小明自从大学休学后就待在家，他家里是卖菜的，父母在乡公所后面租了一间铁皮屋卖菜。但是小明只负责啃老，很少帮忙，整天窝在家里打电动。他爸告诉他，要么去找个工作，要么帮忙卖菜。啃老啃习惯的小明实在是不想动，爸爸恐吓他不工作就搬出去，小明才不得已帮忙卖菜。他爸要他帮客人杀鱼，只见他战战兢兢抓起客人的鱼，鱼挣扎一下掉到地上。他看客人没发现，用笨斗把鱼缠起来。他把鱼放在砧板上，他爸在收银台示意他用菜刀把鱼拍晕。他举起菜刀，用力一拍，鱼就飞进一个女人的衣领里。女人又叫又跳，鱼还在衣服里。小明赶紧把女人的衣服掀起来，才让鱼掉下来。这也让他得到一个巴掌。他被爸爸念了一顿，又窝在家1个月不出门。这一天，他爸爸在他上厕所的时候，帮他整理了一袋行李。他出了厕所，就看见爸爸堵在房门。他爸说，他既然不帮忙，就搬出去住。他妈妈赶来阻止，却也被他爸爸骂说他把小孩宠坏。小明也对爸爸说了气话，说我要是没混出名堂，就不再踏进家门一步。小明背起行李，帅气离开家里。他骑机车离开不远，机车就没有了。他看了看钱包，里面只有200元，加了油只剩100。看到加油站旁一个老人艰难地走着，他把最后100给了老人。2月的寒风吹得他受不了，没地方住的他去投靠朋友阿勇。阿勇家开回收厂，回收厂旁有个小小的铁皮屋，阿勇说他可以暂时住那里。这天晚上，阿勇和另外2个朋友带宵夜来找他，这3个人都是他国中死党。小明对他们诉苦，说他爸太狠心，居然赶他出门。阿勇问他做什么打算，他说自己还没想到。阿勇说他可以做 YouTuber， 说他打游戏打得好，当游戏直播主应该可以。于是小明托他姐姐从家里搬来他的电脑。姐姐看他住在回收厂的小铁皮屋，劝他回去帮忙卖菜。他告诉姐姐自己决定要做 YouTuber。他在 YouTube 开了账号，用了1天的时间记录自己打游戏的第1支影片，没有剪接就直接上传 YouTube， 把连结放在脸书和 IG。他兴奋地告诉朋友，从现在开始他就是 YouTuber 了，将来发达了绝对不会忘了他们。他在自己的频道页面看了半天，观看次数从3跳到9，然后就没再增加。晚上3个朋友又带吃的来找他，小明为了做影片一整天都没吃东西。他跟朋友抱怨做的影片只有9个人看，朋友鼓励他说，做 YouTube 就像马拉松，必须长期坚持做下去，不可能1支影片就爆红。建议他可以做游戏以外的主题，比如运动、健身或是搞笑影片。但小明说自己胖就是因为不爱运动，而搞笑影片也不是他想做的。3个朋友听了也无可奈何。因为没钱吃饭，小明只好趁爸爸不在家时跑回家找妈妈拿钱。妈妈给他3000元，他拿去吃了一顿大餐。在餐厅里看见一个漂亮女生正在做美食节目，他心想，光是吃东西给别人看就能做节目，自己也想试试看。他看女生在镜头前落落大方，就算旁边还有客人，他也不胆怯。而且他中肯地介绍美食，十足是个美食家。小明看了都想直接订阅。女生录完节目跟老板打了招呼就离开。小明想知道他接着要去哪家店，于是跟出去。女生走了一段路，将背包背好就跑了起来。小明也跟着跑。女生跑向登山步道，小明一直跟她保持30公尺的距离。在一个转弯之后，女生却消失不见。小明停下脚步，一个人影从树后跳出来，踢了小明一脚。小明直接掉进山沟。女生拿出电击棒对着小明的屁股电下去，小明被电得死去活来。他赶紧说自己也是 YouTuber， 因为想知道他要去哪里拍，所以才跟着他。女生用手机找到小明的影片，才半信半疑拉他上来。
女生叫小甜甜，比小明早做 YouTube 2年，已经累积5万订阅，也开始在 YouTube 赚钱了。小明对小甜甜羡慕又爱慕，小甜甜对小明感到抱歉，说要教他做 YouTube 技巧，当做赔罪。于是当小甜甜去做美食节目的时候，就叫小明一起。小明也开始做美食节目，小甜甜还教他关于搜寻引擎优化的技术，但小明一时间对这么多知识吸收不了，看自己的观看数和订阅数距离获利门槛还太远。他发现有些人只是从网络上找一些影片复制贴上，照样可以得到高流量。他也学着复制贴上，把有版权的电影和音乐放在自己的频道，但很快被网友攻击。网友在他的影片下方留言骂他，他也反击对方。没想到网友对他人肉搜索，把他的经历都贴在网络上，包括他长期在家啃老的事，全都摊在阳光下。他忍不住和网友在留言区互骂，对方直接约小明出来聊聊。小明毫不犹豫去赴约，他们约在公园门口。他走进公园，发现一群凶神恶煞，于是立刻装作没事走过去。这群人也没理他。他离开那群人的视线后，突然背后有人叫他，他一回头，一个拳头挥了过来，幸好他闪得快，闪过之后拔腿就跑。那群人追了上来，小明虽然胖，却是全校跑步第3名，那些人都被他甩开。他停下脚步喘气，一个飞踢把他踹倒在地。他和那人扭打在一起，但没打几下，两人就都累了。两人躺在地上，口齿不清的骂对方，骂着骂着都笑了起来。这个人叫阿仁，也是个 YouTuber。阿仁欣赏小明的胆识，说可以一起合作拍片。小明很高兴，多了一个学习对象。阿仁说，做影片就是要有人看，没人看的东西再好也没用。阿仁给他看自己的频道，有恶搞陌生人的，有搭讪美女的，有山道飙车的，每支影片都有10万以上的观看数。阿仁说要拍一支厉害的，邀请小明一起参加。小明也兴奋地答应。他们约在郊区的一间废弃的平房，现场来的人就是那群凶神恶煞。进房子前，阿仁拿了面具给小明。阿仁说，今天要拍的主题是暴力讨债。进了房子，看见房子中间一把椅子，椅子上一个头上被套麻袋的男人，周围的人都戴着面具，手上不是拿着手机录影，就是木棍。阿仁说，王老板把10万拖了3个月，是不是看不起我阿仁？说完，直接一脚踢向被绑在椅子上的王老板，把王老板踢倒在地。王老板说自己还欠银行钱，连房子都被法拍，实在是还不出来啊。那些拿木棍的人上去对他一阵毒打。小明心想，这些人为了拍片，真是不顾一切。他只为那个扮演王老板的人觉得可怜。阿仁对王老板说，我给你1天，好好想一想怎么还钱，不然这件事就很难处理了。一伙人把王老板丢下，就跑去唱 KTV。小明的频道开始有起色，一次去吃饭还被认出来。他第一次体验当网红的感觉。这一天，他和小甜甜在吃自助餐，电视上正在播新闻，说有 YouTuber 暴力讨债，一名王姓男子被抓好几天还没回家。该名 YouTuber 甚至将施暴过程放上网，行径非常嚣张。小甜甜说，这些人太过分了。小明神情紧张地说要先走，留下半碗最爱的羊肉羹。这时候，2名员警来到小明家找小明。小明正好回去要找妈妈拿钱，他看见警察掉头就走。小明回去铁皮屋，强烈的东北季风把铁皮屋吹得剧烈摇晃，天空下起雨，雨水从屋顶滴下。小明只能躲在角落纸箱堆。他没想到阿仁居然是真讨债。他心想，王老板一个人被丢在那里，搞不好已经死了。虽然他不知道阿仁是真的讨债，但毕竟他在场，恐怕也难逃刑责。而且王老板要是死了，他的罪就更重了。他心慌意乱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手机铃声吓了他一跳。小甜甜打来问他和那支影片有没有关系。小明否认。小甜甜说，影片中有一个人和他穿一样的衣服，手上有一样的刺青。小明只好坦诚自己在场。小甜甜要他去报警，但小明怕坐牢，不敢去。
小甜甜骂他没有担当，就挂了电话。这时忽然有人用力拍门，小明开门就看见他爸。他爸上门质问他到底做了什么。小明说自己不知道。他爸打了他一巴掌，说警察都找上门了。这父子俩又吵了一架。他爸说：“我生你还不如一颗白菜。”他妈妈在他爸身旁默默掉泪。小明看到妈妈伤心的模样，感到非常痛心。爸妈走后，外面风雨增强，铁皮屋顶被掀起一角，雨水吹了进去。他只好拿塑胶袋遮雨。他打电话给阿仁，想问情况，但阿仁却恐吓他不准把事情告诉别人。这时，铁皮屋被全部掀开，铁皮屋在强风下摇摇欲坠，小明无处可躲。2只老鼠躲在屋角纸箱下面，他看着墙上镜子里的自己，和老鼠没有区别。老鼠甚至还有个伴。忽然一阵强风把他头上的塑胶袋吹上天，寒风苦雨中，他想不出自己怎么会活成这样。他淋了一个晚上的雨，太阳从铁皮屋顶直射而下。他拿起钥匙，决定出门，骑上机车去到警察局。他带警察去找王老板，王老板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。小明坦诚自己是影片里的一员，随即被逮捕。一个地方角头押着阿仁等人交给警方，所有人都被判刑，小明被判缓刑。后来小明不再跟妈妈拿钱，他找了餐厅的工作，虽然只负责切菜，但他开始喜欢做菜。餐厅老板允许他下班后使用厨房，他也开始健身，并将健身和烹饪过程拍影片上传。他认真制作每一支影片，慢慢的也有些订阅和观看数，并且得到爸爸的按赞。这一天，他正在餐厅厨房直播煮鸡汤，只见他有点笨拙的剁着鸡，慢慢的进行每个步骤。虽然不专业，但鸡汤却非常成功。小明一面品尝鸡汤，一面看着荧幕。小甜甜在一旁留言说：“看起来真好喝，好想来一碗。”小明立刻关了电脑，用保温罐装了一大碗鸡汤出门。一走出店门口，看见小甜甜就在餐厅外，两人看着对方都笑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编到这里。如果你想当 YouTuber， 希望这个故事对你有帮助。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。那我们下次见。